外国黄毛不把中国拳手放眼里，擂台当面扭屁股嘲讽，河南拳王彻底怒了，把他按在地上揍，还敢狂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于峰的格斗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场暴揍韩国人的比赛。比赛的双方，一位是中国硬汉姚洪刚，一位是韩国狂人赵南珍。先来介绍下中国选手。姚洪刚自幼练习少林黑虎拳，从小打下的功夫底子让他得以拜在教王李宝如老先生门下，开始练习中国跤。2007年第一次参加中国跤比赛的姚洪刚就一举拿下了冠军，随后接连拿到全国腰线赛冠军和全国体育大赛冠军。接着姚洪刚转战 MMA 综合格斗，准备在这个新的领域发光发热。而这场比赛的对手名叫赵南珍，此人极为嚣张，被广大拳迷称为狂妄小子。作为韩国 Team Med 拳馆的代表人物，他的风格相当突出，每次比赛前都会狂喷对手，这场比赛也不例外。开赛前就嘲讽姚洪刚是个老家伙，接着让团队准备好救护车，随时准备拉进医院。如此瞧不起人，姚洪刚自然也不给他好脸色看，只说一句话：擂台见真章。那咱们也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前，麻烦你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支持下姚洪刚吧。咱们的比赛正式开战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右边黑色裤子、红色拳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姚洪刚。本场比赛呢分为3个回合，每回合5分钟。刚开局啊，两人差点打入地面。姚洪刚是顺势一甩，将对手擒住。因为本身姚洪刚是摔跤出身啊，如果说真打地面的话，他是并不逊色于对手的。可以看到韩国黄毛现在被压在身下，不断的挣扎。姚洪刚帅气一转身，起身一拳，非常利落。在应对这种近身的缠斗的时候，姚洪刚还是非常灵活的。姚洪刚前后手的重拳，韩国选手打得非常小心，第一扫踢到对手。姚洪刚右手的重拳再次追击，韩国黄毛一直在挪动步伐，快拳进攻。姚洪刚吃到，拉开距离，韩国人又来了一记飞膝。能看出来两人虽然说都吃到对方的一些重拳，但状态保持都还不错。漂亮，对手飞膝的瞬间，姚洪刚拦截，将对手放入地面。接下来的话是上位的一个压制，韩国选手选择左胳膊箍颈，限制姚洪刚的进攻。但这场比赛的话时间很长啊，这还只是开头，两人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进行博弈，姚洪刚也可以不着急，慢慢打，不用想着一波带走对手，这样反而会为自己创造一种危险的情况。姚洪刚死死抓着，不想让韩国黄毛跑掉。韩国人是想溜走啊，可以看到他在往边角爬，想强行站起，翻转，转身成功站起，将姚洪刚压在身下。姚洪刚慢慢挪动身体，选择将左腿盘上去。裁判将两人拉开，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要回到擂台中心，差点打出擂台了。为了安全考虑啊，所以说回到擂台中心继续刚才的姿势作战。姚洪刚的左腿是可以架到对手身上的，也是选择箍颈将对手拉到近身，这样对手没法进攻。哎呦，这差点把对手的下半身给踢飞啊！姚洪刚在地面的缠斗中力量还是非常占据优势的，毕竟从小就练习摔跤啊。这韩国人像个癞蛤蟆一样啊，蹦蹦跳跳的粘在姚洪刚身上。站起，砸拳，连续的砸拳重击，姚洪刚感觉得找机会起身了。两人在地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很难分出一个成果的。韩国人又从背后搂住，姚洪刚翻转，漂亮，搂住对手的脖子，这个位置感觉可以来一个十字固。看一下姚洪刚有想法吗？韩国人还在拼命挣扎，锁头，锁住对手的头，不让他进攻。第一回合还剩1分40秒，韩国人的扫腿踢到了姚洪刚头上。
两人在地面是非常僵持啊。能看出来这场比赛确实比我们想象中要焦灼。但比赛还只是开始，我们本场比赛一共3个回合。第一回合很多选手啊也是把它当做一个试探回合来打的，所以说我们并不用担心韩国人的砸击。用肘部砸击，姚洪刚出色的地面技术将对手蹬开之后顺势上位压制，非常的聪明，不愧是中国胶王。现场观众也是大喊姚洪刚被这精湛的技术啊惊艳了，而这个韩国人还非常嚣张的挥挥手，让现场观众再叫的大声点，真的是啊太欠打了。这嚣张的韩国人，姚洪刚还是保持上位的压制。虽然说我们收获了欢呼声，但是作为中国选手，我们一贯的风格就是沉稳，不会半途膨胀。最后的30秒，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。姚洪刚只要保持好上位的压制就好了。其实我们这一回合已经试探到很多信息了。对手呢是一个非常抗揍的嚣张选手，在地上跟个癞蛤蟆一样啊，在这蹬腿。姚洪刚踢到对手的腿部，他赖在地上不想起来，他也知道时间快结束了，不想再挨揍了，还在这蹬腿，纯一个韩国癞蛤蟆啊！喜欢耍赖，那你就赖吧。第一回合反正结束了，接下来进入第2回合。第2回合的话，肯定会有一些战术调整啊。来看一下，刚刚开局，姚洪刚主动进攻，韩国选手一直往后撤，非常猥琐的样子。现场观众也是非常激动啊，大喊打死他！慢慢向前追击，低扫踢到，这韩国人啊开始扭屁股，不知死活，还摆出这种嚣张的 pose 啊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。可以看出来韩国人啊只是嘴上硬，弄点这种嘲讽动作啊，但实质上不敢进攻。现在是姚洪刚处于一个上位压制，将对手压在身下，脖子啊折成一个90度。哎呦，你看这头和身子的比例有点吓人啊，马上折成一个直角了。姚洪刚的上位不断砸击，再踢你屁股，还敢狂骂，按在地上疯狂揍。这韩国人根本不敢起身，看的真是让人爽快。这韩国人太猥琐了，就像个癞蛤蟆一样，趴在地上不敢起来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看看最为激烈、最为精彩的第3回合。第3回合的话，也是本场比赛最后一回合。因为经过前2回合的积累啊，姚洪刚现在对对手是十分了解。这一回合将开展最后的进攻，1回合定胜负。来看一下，刚开局并没有贸然出击，我们要抓对手的空档。韩国人这么嚣张，他一旦出手，我们抓住空档就非常好打。两人还在进行博弈，跳过来给一拳，姚洪刚先行试探，同时也伴有一个下马威啊！你看你小子怂的都不敢出手，我先给你打个样。可以看到韩国人经过被暴揍2回合之后啊，已经老实不少了。第1回合、第2回合都很嚣张啊，第3回合起码在进攻的时候不蹦蹦跳跳了，眼神紧盯姚洪刚，生怕下一秒就被放倒。这边也是被接腿了，刚才咱们说过啊，一定要抓对手进攻的空档。这边接腿将对手扔到笼边，不断的进行攻击腹部的一个动作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是占据一个优势的，拿到不少得分。裁判也是在奋力的啊，帮忙拉这个勒绳，防止两人掉出擂台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没有新一轮的进攻，漂亮，将对手直接抱起，摔入地面。姚洪刚的力量非常强大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位啊，是将对手的脖子扭了一个180度，看着有点吓人。对手是将双腿绞住了姚洪刚，他想来夺命剪刀脚啊，但是你没来过中国，你不知道夺命剪刀脚的真传真谛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他简单锁了一下也就结束了。姚洪刚则是进入上位，可以看到韩国人是想用双腿将姚洪刚蹬起来，但是力量不足，撑不起来。姚洪刚是用双肘死死箍住对手，
左右的夹击，并且将对手的腿部夹在自己的腹部以下，这样的话对手很难发力，很聪明。对手是拼命的挣扎，砸击，不断的撒手，韩国人蹬腿，还在这招手，被打急眼了脸都打红了，这也是极度亢奋的状态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，并且呢还感觉有点丢人。伴随着韩国人这种嚣张狂妄的性格他就不断的嘲讽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虚张声势现在是上位猛扑过来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韩国人虽然说这波发力很突然，但是并没有做出实际性的进攻，反而是被姚洪刚控制住了头部。他想要顶膝，姚洪刚不给他机会，他根本顶不出来，一直在这抬腿。姚洪刚死死抓住对手的头部就可以了，我们稳住，同时呢限制住对手的左胳膊，他的重心还有进攻思路都被打断，就算是砸击他也使不上力姚洪刚在地面的对拼是非常的了解的。那这样的话马上打出擂台了，裁判叫停。可以看到韩国人摸了下下巴，他说好疼，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。其实我们能看出来这一波地面的对拼中，姚洪刚几乎还没有进攻，反而是这个韩国人在这儿不断的砸击，但是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。为了让自己多休息一会儿，他便模拟出来一个受伤的场景幻想出来说自己的下巴受伤了，一定要自己休息一下这也是为他争取到了10秒钟的一个喘息时间。现在已经喘息了20秒了这韩国人是会偷懒的，这一下可以说是他的救命稻草。最后的1分30秒，我们并不慌。姚洪刚在地面的缠斗中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的，整场比赛呢得分是很高的。姚洪刚低扫，抱腿，搂住对手，漂亮，上位的砸击，砸了2拳之后拉开距离。我们刚才也听到了韩国教练非常着急的在边角布置战术，他也知道如果说最后的时间里不做出反扑，那韩国队将一败涂地。最后的1分钟，可以看到韩国人根本站都不敢站起来了，一直在躲闪，漂亮，上位的砸拳，姚洪刚，我们就是要现在这个时机稳住，拿到最后的时间点就好了。搂住对手头部，限制对手进攻的同时，我们再拿一些击打得分，漂亮，用袭击顶到对手的头部。打韩国人就该这么打，在比赛的中期还扭屁股嘲讽，真是给这小子狂的没边了。现在韩国人想要翻转逃跑，姚洪刚不给他机会，死死抓住脖子，抓住一个人的脖子就是一个命脉，一旦你限制住了脖子，那他怎么走都走不动。韩国人只能撅着屁股在地上任由姚洪刚摆布。最后的时间点里，哨声敲响，姚洪刚成功将对手限制到了最后1秒。那这样的话3回合大战已经结束，韩国人的脸上也挂彩了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。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bantamweight champion of legend, Yao。 最后的胜者果不其然是中国选手姚洪刚，3回合的精彩发挥让他成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冠军金腰带，也是恭喜姚洪刚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旭峰，我们下期见。